各位朋友，大家不妨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一下，我们这大半辈子走过来，同样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日夜操劳，养儿育女。可是为什么有些人面色红润，耳聪目明，连走路都有风？他们仿佛自带一种看不见的保护罩，一辈子无灾无难，走到哪里都透着一股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想亲近的气场。常常有人跑来问我，尼斯啊，他们到底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还是老天爷特别偏心他们？我跟各位讲，决定一个人老得慢不慢，留不留得住福气，他背后的玄机其实藏在更深更玄妙的轮回密码里。传说中那位在奈何桥边看尽了无数魂魄来来去去的孟婆，曾经透露过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世间啊，有一种人前世多半是仙人转世，或者是积攒了深厚善根的修行者，他们这一生来到世上，可不是随便挑个时间就扑通一声生下来的哦。他们往往会踩着3个极为特殊的时辰降生。这3个时辰出生的男女，因为承接了天地间最特殊的灵气，自带非常强大的善因磁场，他们不仅岁数大了不显老，更能得到绵长安稳的长寿福报。今天我就要在这一堂课里，把这3个时辰的秘密彻彻底底的给大家说透。各位不妨对照着自己的八字自查一下，看看你自己或是你的父母、儿女是不是刚好就踩在这几个幸运的时空节点上。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来，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个自带福报的时辰到底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玄机。第一个自带福报的黄金时辰就是子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晚上11点跨越到第2天的凌晨1点。我们在中医和易经里对子时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子时是一天之中一阳出生，阴阳交替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的天地之气最是纯净通透，所以在这个时间出生的人，只要心正，那个精气神是源源不绝的，怎么看怎么年轻。但这股清净的灵气最怕什么？最怕一个字，浊。什么是浊？你的贪念，你的怨恨，你的不甘心，全都是浊气。古人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一旦被这个怨气给缠上，这股天生的福报就会被你自己深深耗尽。我给大家讲一个极其深刻的真实案例。我认识一位大姐，我们就叫她秋华姐吧。她就是正子时出生的，年轻时那个面相啊，额头饱满，皮肤白里透红，眼神清澈得很，真的是自带一种让人想亲近的灵气。她早年在台北的五分埔做成衣批发，靠着这股子好人缘和灵气，生意可以说是做得风生水起。全盛时期的秋华姐有多风光呢？她在五分埔最旺的十字路口，一口气包下3个连排的店面。那个年代台湾景气好嘛，秋华姐每天就是穿着高档的定制套装，戴着水头很透的玉镯子，站在店门口拿个大本子指挥着员工。她对客人豪爽，对亲戚也大方，她享受极了那种被所有人簇拥仰望的感觉，逢人就说自己眼光多准，多会赚钱。那时候的她整个人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年近50岁，看起来像30出头，脸上连个黑眼圈都没有。不过这人啊，一旦顺风顺水久了，就容易摔跤。他骄傲的火气一上来，就蒙蔽了他原本清明的灵智。几年后，大环境开始变差，秋华姐的生意明显下滑。为了撑住场面，也为了顾面子，他把大笔资金借给了一个认识10几年的上游布料大盘商，想要赚高额的利息，甚至在对方的花言巧语下，他还拿自己台北市那一间没有贷款的起家厝去帮对方做连带保证人。结果各位猜怎么着？那个大盘商玩地下外汇赔得惨兮兮，有一天半夜直接全家落跑，连夜买机票飞出国避风头了。短短3个月内，秋华姐的世界天崩地裂，银行的催收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最后她不仅3家店面全盘让出，连那栋辛辛苦苦买下来的老房子都被法院贴上封条法拍了。一夜之间，她背上了快2000万的庞大债务。各位乡亲，你想想看，从云端重重摔进烂泥里，这种痛有几个人受得了？秋华姐一家人被赶出来后，只能搬到新北市三重一间破旧公寓的顶楼铁皮加盖里。台湾夏天的铁皮屋，大家知道了吗？太阳一晒，里面就像个大蒸笼，闷得人喘不过气。在那闷热的像烤箱的铁皮屋里啊，
秋华姐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她原本那个总是笑脸迎人、霸气豪爽的老板娘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满身戾气、见人就咬的怨妇。她每天遇到人就大吐苦水，抓着电话打给以前的朋友，一边哭一边痛骂那个跑路的骗子丧尽天良，骂以前那些巴结她的朋友现在都见死不救，最后就是骂老天爷不长眼睛。为什么让她这么好的人落了这种下场？朋友们一开始还会安慰两句，后来一看到她的来电，谁也不敢接。在家里，她的脾气更像炸药。老公原本是个老实人，现在为了帮她还债，跑去当社区保全，轮大夜班。有天一早，老公提着豆浆油条回来，她一把推开，指着老公的鼻子破口大骂：我以前当老板娘的时候，你跟着吃香喝辣，现在我落魄了，你连个像样的早餐都买不回来。到了晚上是最折磨的时候，子时本来是他这种人吸收天地清气、养精蓄锐最好的时刻，他却用来熬夜生闷气，脑子里全是过去风光的画面和现在被催债的屈辱。他每天必须吞下2-3颗最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2-3个小时。各位，中医常讲怒伤肝、悲伤肺、思伤脾，他的怨气和恨意就像一把在体内乱窜的无名火，每天把他五脏六腑的精液给烧了干干净净。才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原本引以为傲的浓密黑发从发根白了一大半，双眼因为长期失眠和哭泣变得浮肿浑浊，眼白全布满红血丝，脸色更是发青发暗，原本那种通透的灵气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充满怨毒、面相刻薄的脸。走在菜市场，连以前认识的摊贩看到他都赶紧低头假装没看见，生怕沾染到他身上的霉气。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不仅会得重病，这辈子也就彻底毁了。但老天爷终究是慈悲的。后来他的一位老朋友实在看不下去，硬是拉着他去了万华的龙山寺拜拜，并且半强迫的帮他报名了庙里清晨去换花水擦佛桌的志工。第一天去的时候，秋华姐心里还委屈的不得了，直到有一天清晨，台北下着微微的冷雨，空气很冷，秋华姐正站在大殿外面整理着信众供奉的鲜花。这时候她看到一幕画面，一位满头白发背驼得像弓一样的老阿嬷吃力地推着一台破旧的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脑性麻痹、四肢严重扭曲变形、口水一直流的30几岁男人。那位老阿嬷艰难地把轮椅推过庙门的门槛，全身都被雨淋湿了，只为了走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双手合十，流着眼泪祈求菩萨保佑他可怜的孙子晚上能少痛一点。紧接着他又看到一位穿着破旧工地服的男人，那男人脚上的雨鞋还沾满着泥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神明面前，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被雨水弄湿的医院病危通知单。那个粗壮的男人就像个孩子一样，重重地磕头，放声大哭，求神明保佑在加护病房的妻子一定要活下来。秋华姐手里拿着抹布站在旁边，整个人看傻了。这时一位在庙里帮忙捡花材年近70的资深师姐轻轻走到她旁边，递给她一支洁白无瑕的玉兰花。这位师姐其实也是个命苦的人，早年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但经过多年的修行，她脸上的戾气早就化成了宁静的慈悲。师姐温和地看着她，轻柔地说：想开一点啦，钱没了，手脚还在，再赚就有，但人的精气神如果散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看这庙里来来去去的人，众生皆苦啊，谁没有自己过不去的坎？老天爷让你失去外在的财富，是看你太执着了，帮你卸下担子，让你有机会找回内心的平静啊。师姐指了指秋华姐紧握了拳头，接着说：你看你把手握得这么紧，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但你把手张开，你才能重新接住老天爷要给你的福气啊。那一瞬间，听着大殿里传来法师敲打木鱼规律而安定的声音，秋华姐看着师姐那双平静如水的眼睛，心底那道坚硬的防线突然轰的一声崩塌了。她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流了下来，把这大半年来积压的委屈不甘随着眼泪彻底宣泄了出来。哭完之后，她突然大彻大悟了。是啊，比起那个脑性麻痹一辈子无法自理的男人，比起那个随时可能失去妻子的泥水匠，
他到底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老天爷？他只是破产了，但他手脚健全，没有生绝症了。她的老公虽然赚得不多，但在她脾气最坏的时候，依然每天下班买热腾腾的早餐回来。至少她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抛弃过她。从那天起，秋华姐的心彻底放平了，她身上的怨气散了，子时特有的那股清明之气终于又能够重新聚拢过来。她把那些催债的烂摊子理智地交给法律扶助的律师去处理，她不再去计较已经失去的钱财，不再咒骂那个落跑的骗子，更不再对家人发一次脾气。她把心思转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生活上。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南部老家跟着阿莫学过做古早味油饭的绝活，于是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把圆糯米泡好水，在那个狭小闷热的厨房里用心切着红葱头，泡着干香菇。刚开始没有本钱，她就在黄昏市场的路口买了一台2手的推车，上面放着一个大木桶卖油饭。遇到有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来买，她总是笑眯眯的偷偷多塞半盒给人家。结果各位猜怎么着？不到1年的时间，秋华姐的眼神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清亮，脸色从那种吓人的黑青色奇迹般的恢复了白里透红的光泽。她整个人往日的精气神竟然全回来了。她的素油饭因为料好实在，加上她恢复了以前那种热情开朗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生意越来越好。她的家里也终于还清了债务，搬出了顶楼加盖，重新有了久违的笑声。各位，这就是心念转变的力量。当你把怨气化解了，重新找回属于你的灵气，福报自然就会像春天发芽的种子一样，重新在你生命里复苏。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是子时出生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有这个时辰出生的亲人，只要你们不去跟俗世里那些乌烟瘴气的人事物纠缠，你的灵气就会源源不绝地生发出来，保你长寿又年轻。听完了第一个子时的故事，感受到了那种从深渊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力量了吗？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自带强大福报的重点时辰，也就是午时。这个时辰出生的人能量可是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霸气又温暖的路线。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大家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这是一天当中太阳高高悬在正天空，天地之间阳气最鼎盛最炽烈的时刻。这个时辰降生的人，前世多半是追随羲和的天人。羲和是谁？就是掌管太阳的神明，因为他们前世常常用阳刚之气去驱散世间的阴霾，所以老天爷特意安排让他们在今生阳气最盛的时候降生，借着天地的旺盛阳气来稳固他们生命和健康的根基。这类午时出生的男女，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天生气血充盈，那个面色不用涂什么昂贵的保养品，天生就是红润有光泽的，眼神特别明亮有神，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比一般人洪亮。因为阳气足，他们从小就像个小火炉，很少生病。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别人冻得手脚冰冷，猛贴暖暖包，他们却不怕冷。就算到了7老8十，你也很少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暮气沉沉病恹恹的样子。我给大家讲讲我认识的一位午时出生的老人家。这位阿莫今年高寿95岁了。他年轻的时候是那种标准的台湾传统妇女，在农田里干最重的粗活，顶着毒辣的太阳插秧割稻，那个身体的底子真的是被这纯阳之气练得像铁打的一样硬朗。现在年纪大了，子女也不让他下田了，他闲不下来，就在他们社区那个老街的转角开了一间小小的传统干仔店。阿莫常跟我骄傲地说，尼斯我这一辈子没吃过几颗西药啦，你走过去握握他那双满是粗茧的手，永远是暖乎乎的。这股天生的阳气不仅仅是让他身体好，更重要的是阿莫把这股阳气化成了对别人源源不绝的温暖。他的性格非常热情开朗，就像午时的太阳一样。在阿嬷那间干仔店的门口，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永远摆着一个洗得发亮的白铁大茶桶，里面装的是他自己透早爬起来花一整个早上熬煮的无糖仙草茶，或者是清凉退火的决明子麦茶。桶子外面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2个大字：奉茶。
只要有路过做回收的阿伯阿嬷或者汗流浃背的工人，他都会用洪亮的嗓门热情的招呼，来啦，喝杯茶，歇脚，喘口气啦。大概在20几年前，他们社区搬来一个单亲爸爸，带着一个5岁的小女孩。那个爸爸做的是最辛苦的铺柏油出工，因为收入非常不稳定，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阿嬷常常坐在店门口看着那个小女孩，小女孩非常乖，因为家里没人照顾，每天下午就穿着一双鞋底都快磨平的旧球鞋，拿个破纸箱垫在地上，坐在干仔店对面的油桶旁边，安安静静的等爸爸下班。阿嬷看了心疼啊，那个纯阳之气带来的慈悲心就发作了。每次那个满身柏油味的爸爸下工后来干仔店买最便宜的散装白米，阿嬷总是偷偷的不着痕迹的多舀2瓢进去。结账的时候，阿嬷还会顺手拿几颗热腾腾的茶叶蛋塞给他，笑笑的骗他说，哎呀，这鸡蛋壳今天煮破了啦，卖相不好没人要买，你拿回去给妹妹补充一点营养，不用钱啦。逢年过节，阿嬷还会找各种借口说店里的发糕、年糕做太多吃不完，硬塞给他们父女俩。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那个铺路工人和小女孩也早已搬离了社区。直到有一年夏天，台湾碰上了一个川星台风，狂风暴雨把阿嬷那间老旧干仔店的木造屋顶硬生生给掀翻了一大半，雨水像瀑布一样灌进来，店里的纸箱货物全都泡在水里。阿嬷一个人站在水里，看着泡坏的饼干和发霉的墙壁，急得直掉眼泪，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进口休旅车在满地泥泞的店门口停了下来，车门推开，走下来一位穿着利落套装，撑着大伞，气质非常优雅的年轻女生。她一走进店里，看到阿嬷，眼眶瞬间就红了。她二话不说，先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硬塞到阿嬷手里，然后叫来了一整队的专业修缮师傅。不到3天，不仅把阿嬷的屋顶修得滴水不漏，还顺便帮这间老店重新拉了明亮安全的电线管路。阿嬷都懵了，问她是谁。这位年轻的女生红着眼眶，紧紧握着阿嬷那双温暖的手说，阿嬷，你认不得我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坐在油桶旁边写作业的妹妹啊。原来当年那个小女孩靠着半工半读，一路苦读考上了医学院，现在她已经是台北某大医院里医术精湛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了。各位听懂了吗？阿嬷只是舍不得看别人受苦，看别人饿肚子，这其实就是把她体内那种旺盛的阳气转化成了无私的善行，然后这个善行在宇宙中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化作了巨大的福报，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回馈给了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不可思议的良性循环。但是孟婆也提醒过我们，这世间的法则叫做物极必反。阳气是好东西，但你必须懂得驾驭它。50出生的朋友很容易过度盲目热情或者急脾气，从而伤害到自己。那么50出生的朋友，或者你刚好也是这种急脾气身体底子不错的人，该怎么守住这份老天爷给的西河仙缘呢？我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秘诀，叫做正午晒背收阳法。很简单，每天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只要有出太阳，你找个阳光能照进来的阳台、院子或者是公园的椅子，背对着太阳坐个5分钟就好。注意哦，是稍微晒一下，不是叫你在大太阳底下曝晒中暑哦。闭上你的眼睛，把双手交叠，轻轻放在你的小腹丹田上，去感受阳光晒在你背部那条督脉上的温热感，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愿阳气温润，愿善念长存。这个简单的动作配合你的心念，能让你体内那种狂躁的阳气沉淀下来，变得平和，让你做事不急躁，不冒进，不发火，稳稳当当的把这份强悍的阳刚之气化作陪伴你一生的免除灾厄的绵长福报。感受完了子时的清净和午时的至阳之气，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人体的奇妙完全跟天地是连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3个自带福气，也是性格上最温润最安稳的一个特殊时辰，那就是酉时。什么是酉时？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天地间是什么景象？日落西山，夕阳无限好嘛。
白天那种喧腾燥热的阳气开始慢慢收敛，夜晚的阴气开始悄悄滋长。这个时候，天地的交界线是最柔和的，晚霞满天，这就好像大自然给忙碌了一整天的万物轻轻盖上了一层温暖的毯子，也是我们老百姓下了班准备回家吃晚饭，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在中医里讲，此时叫阴阳交泰，气转温润。孟婆说，这个时辰降生的人，前世多半是什么人？是常年在佛前献香供花，或者是负责打理佛堂的善事。因为他们前世内心无比虔诚平和，所以他们天生就带有极其深厚的善念。今生降生的时候，他们就刚好吸纳了酉时这股最温润最不刺人的天地之气，这股气就化作了他们今生绵延不绝的寿命与福报。这类酉时出生的男女长寿和福气叫做悄无声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健康奇迹，但就是能一辈子平平稳稳。你仔细看他们的面相和皮肤，自带一种柔和的光泽，即便老了，脸上透出来的也是一种慈祥，让人看了就想去亲近的温润之美。但是各位，孟婆也特别交代过，这份温润最忌讳什么？最忌讳心浮气躁，最忌讳控制欲。你一旦丢了那份平和的心性，你先天的福气就会像你点燃的那根香一样，烧着烧着就化成灰，慢慢飘散在风里了。我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认识一位60多岁的退休女老师，我们就叫她林老师吧。这位林老师工作时做事必须一板一眼，习惯了严厉，也养成了极其强烈的控制欲。本来呢，酉时出生的人退休后应该是种种花，泡泡茶，享受清福的，但林老师不行。退休之后，生活突然多出一个巨大的空洞，他浑身不自在，于是他就把这份控制欲全数毫无保留地转移到了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子和媳妇身上。他怎么管呢？那叫一个让人窒息啊！每天早上6点准时，他的儿子媳妇的手机一定会同时叮咚响，是林老师打来的，催促他们不要睡懒觉，要记得按时吃早餐。他还常拿着儿子家的备用钥匙，像检查宿舍一样不请自来。一进门，打开厨房的冰箱就开始挑剔，碎碎念说媳妇买的食材不新鲜不健康。只要儿子稍微面露不耐烦，或者媳妇顶了一句嘴，他立刻情绪大失控。他当着儿子的面又哭又骂，他说，我这辈子为这个家做牛做马，供你们读书，供你们成家，你现在翅膀硬了，嫌我老了，嫌我啰嗦了，是不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啊！他不仅在家里管，去外面也一样。去传统市场买菜，看到老板动作不利索，或是找钱算差了几块钱，他马上当街用那种训斥的口吻，非要对方低头认错不可。各位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每天神经绷得这么紧，眼睛里只盯着别人的错，他的身体能好吗？没过多久，这种长期的焦虑、情绪紧绷，加上疯狂燃烧的无名火，就像回力镖一样，狠狠地反扑到了他自己的身体上。他开始出现严重的耳鸣，接着是最可怕的晕眩。有一天他在家里擦地板，突然觉得整个天花板都在旋转，地板直直朝他脸上砸过来，他趴在地上连站都站不起来。送到大医院急诊，医生拿着报告叹气摇头说，林老师，你这是典型的梅尼尔氏症，加上极其严重的交感神经失调，你的神经每天就像一把拉到最极限的弓，连睡觉都在绷紧。你知不知道你的血管壁有多脆弱？再这样下去随时会破裂，中风瘫痪那是迟早的事。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还在转，连说话力气都没有的林老师这下才终于感到害怕了。后来他以前学校的一位老同事大姐来看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语重心长地劝他，林主任啊，我们都退下来了，你得找个人修心的嗜好啊，你再这样给自己压力，不仅把儿女逼疯，连你自己的命都要没了。出院后，林老师听了劝，狠下心不去每天联系儿子媳妇，而是跑去社区大学报名了晚上的书法课。刚开始去的时候，哎呀，那叫一个痛苦。他习惯了雷厉风行，但书法讲究的是什么？是心平气和。他越想把字写好，手就越抖，墨汁把宣纸搞得一塌糊涂，气得他好几次想直接把那支尖毫毛笔给折断。但那位教书法的老师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毛病。老师告诉他，林老师，你不要急着下笔，你每天傍晚5点到7点来我的教室
先什么都不做，先静静地坐着磨墨。5点到7点正好是酉时，林老师照做了。每天傍晚，当窗外的夕阳慢慢落下，他坐在石墨桌前，听着那块松烟墨在砚台里摩擦发出的沙沙沙的声音，闻着墨汁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香。慢慢的，他的呼吸跟着手腕的动作缓和了下来，心跳也没那么快了。老师开始教他抄写心经，从最初那种力透纸背的急躁，他渐渐体会到了心平气和，他渐渐领悟到书法的精髓，想要在宣纸上留下温润漂亮的线条，绝对不能用蛮力，你要懂得收放自如。各位，收放自如这4个字彻底点醒了林老师。在这一笔一画的专注中，看着黑色的墨汁被白色的宣纸缓缓的吸收，他内心的焦虑也被一点一滴的抚平了。他突然顿悟，对啊，画画写字要收放自如，难道做人父母对待儿女的生活不也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吗？你把什么都抓在手里，让别人怎么呼吸？他也终于明白了那句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从那天起，林老师彻底变了。他把儿子的备用钥匙交还给媳妇，不再突袭检查。他把傍晚的时间留给窗外的晚霞、砚台里的墨香，还有他越来越工整的书法。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心情平复，放下执念之后，他的血压不用吃重药，奇迹般的降回了标准值。那种生不如死的晕眩症竟然不药而愈。现在的他不仅不再咄咄逼人，脸上那2条刻薄防备的法令纹也柔和了，化作了酉时特有的慈祥从容。他的书法越写越好，逢年过节甚至有戳边头尾排着队拿红纸来请他写春联呢。儿子和媳妇因为没有了压迫感，反而每到周末就主动回来陪他喝茶聊天。各位，这叫什么？这就叫气转柔和，福报自来。那么酉时出生的朋友，或者你刚好也是容易穷紧张、控制欲太强的人，该怎么守住这份线香仙缘呢？我教你一招非常雅致的傍晚静心花茶法。很简单，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正是天地能量交替、气场最需要平稳的时候，给自己泡一杯清淡的花茶，像是桂花茶、茉莉绿茶或者是洋甘菊都可以。坐在沙发上慢慢喝，在心里默默念一句，愿温润长存，愿善果成熟。另外，我要特别叮嘱你们一个玄机，酉时是天地阴阳能量转换的时刻，请大家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去做重大的决定，比如签几百万的买房合约，做大笔的股票投资，也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把在外面受的气带回家跟家人吵架，因为这个时候气场正在转换，你一吵就把煞气留在了屋子里。放轻松，顺应自然的节奏，让内心的温润与天地的温润相融，你的福报自然就会像细水长流一样陪着你安安稳稳的走到老。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带着仙缘自带福报的3个顶级黄金时辰，子时、午时、酉时，全都给大家拆解得清清楚楚了。当然了，我知道你们有人听到这里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呀，尼斯，这3个幸运的时辰我都没对上啊，我生在大半夜的丑时，生在劳碌的寅时，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我这辈子就注定没有长寿不老的福报，注定就是个做牛做马的劳碌命呢？千万别这么想。我常挂在嘴边的4个字叫做因果不虚。先天的出生时辰只不过是你前世种下的缘，就像是你打牌的时候拿到的底牌，而你今生脑海中的每一个念头，你做的每一件事，才是真正决定你命运走向的根。我最后再讲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出生的时辰在传统命理上绝对算不上是什么自带仙缘的好时辰，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坎坷凶险的命局。这位阿伯，我们叫他福伯，他的生辰八字给算命先看过，半点仙缘都没有，年轻时的命运简直是把他往死里踩。30几岁那年，他在工地当板模工，大雨天从2楼鹰架重重摔下，右腿当场粉碎性骨折，屋漏偏逢连夜雨，黑心工头为了躲医药费，连夜卷款潜逃。更惨的还在后头，妻子看他瘸了又背债，某天清晨狠心抛下2个年幼的孩子，音讯全无。绝望的福伯带着孩子挤在夏天像烤箱的顶楼铁皮屋里，
靠吃最便宜的泡面度日，他心里全是毒火，让他不到40岁就满头白发，背也驼了。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一天，福伯在市场捡烂菜叶，为了躲暴雨，他一瘸一拐跑进一间香火鼎盛的祖师庙。这时他长期的委屈瞬间爆发，扑通跪在神像前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地质问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老实人。这时一位打扫香炉的庙公递给他一条毛巾，一针见血地对他说，少年仔，眼泪洗不掉业障，怨恨就像一杯毒药，但最后伤的只有你跟你的孩子。行善能积福，转念就能改命，不要只看脚下的泥泞，把心打开，路就开了。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那天晚上，福伯看着熟睡中营养不良的孩子，彻底醒悟。他给自己定下8字规矩：日行一善，夜审一过。没钱布施要怎么行善？福伯捡回收时，看到路边的碎玻璃、生锈铁钉，一定小心翼翼包好丢掉，怕刺伤别人的脚。每天睡前他都要反省自己今天有没有把生活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这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风雨无阻。命运的齿轮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看似微不足道的善念中悄悄的彻底的转动了。如今的福伯已经85岁，不仅能健步如飞的骑脚踏车，而且脸色红润，双眼有神。更让人欣慰的是，他的福报不仅应验在自己身上，还荫庇了子孙。他的孩子没有因为单亲贫困而学坏，反而因为看着父亲一路默默行善的背影，变得非常懂事、上进，充满爱心。他们顺利成家立业，凑钱帮福伯换了明亮宽敞的电梯大楼，假日总是子孙满堂。福伯彻底放下了当年的恨，成了全社区最受敬重的老诸位。各位，这就叫因果不虚。哪怕你开局拿了一副烂到不能再烂的牌，只要你放平心态，脚踏实地去种下善缘，照样能逆天改命。那么我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这一份福报呢？其实一点都不难，不用花大钱，也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帮大家总结了3个我们每天都能做的微习惯，只要你坚持把善念变成像呼吸一样的日常，福报自然来敲门。大家听好了，第一招叫做护心，护住你的清净心。什么是护心？就是少想烦心事，绝不生怨恨心，更要戒掉那个害死人的比较心。大家现在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就是看别人又买了新房子，又换了进口车，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建中北一女这样的明星学校，然后心里那股无名火和焦虑感腾的一下就冒上来了。接着就是开始碎碎念，遇到一点委屈就觉得全天下都对不起你。各位，中医讲向火妄动，必耗真阴。你的心如果不平，每天这样焦虑、嫉妒、生气，你的肝火就会一直往上烧，肝火一烧，气血就会淤堵，你的脸色怎么可能会好看？你的身体怎么可能会健康？你就算每天吃再贵的燕窝，擦一罐好几万的顶级乳霜，也救不回你那张布满蜡黄和戾气的脸。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别人的剧本是别人的，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要多换位思考，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把心静下来，不生气了，气血自然就顺畅。我教大家一个具体做法，睡前5分钟清零法。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花个5分钟，就像刚才故事里的福伯一样，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回想今天我是不是又抱怨了，是不是又对家人说了极其伤人的话，如果有，就在心里默默向他们忏悔，把这股郁结的恶气吐出去，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事情今天了结，绝对不把白天的怨气带进梦里去折磨自己。心一清净，福报的根就扎稳了。第二招叫做行善，而且必须把功利心拿掉。行善不是叫你一定要去捐100万给大机构，或者去盖庙修桥，真正的行善是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随手去做利他的小事。比如你在开车的时候遇到行人过马路，你不要猛按喇叭催促，踩个刹车，给他们一个善意的微笑。比如对家里那个来帮忙照顾老母亲的外籍看护，多一份包容与当人的尊重。比如去公园散步，随手捡起草丛里的饮料瓶，这些全都是在给你自己和子孙种善因。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极其严肃地提醒大家一点，累积福报最忌讳的就是带着
交换条件的功利心。你们去看看，多少人去庙里拜拜，添了点香油钱，或者放生了一点鱼，他跪在神明面前，心里想的是什么？老天爷啊，我今天捐了1000块哦，你下个月一定要保佑我儿子考上台大医学系哦。神明啊，我今天带了这么大盘的水果来拜你，你要保佑我手上的那几张台积电股票明天涨停板哦。菩萨啊，我做了善事，你要让我赶快病好，赶快变年轻哦。各位，你这是在行善积德吗？你这根本是在跟老天爷做生意，在谈条件啊。这种带着极其强烈的自私、贪婪、交换条件的心态，本身就夹杂着极重的浊气。你把神明当成什么了？当成你的交易对象吗？这种善是大打折扣的，不仅求不到福，反而会蒙蔽了你先天的灵智。纯粹的善念才最有力量。你帮人指路，就只是因为他迷路了，别想着给自己积阴德。你帮老人家开门，就只是顺手，别想着以后别人也会这样帮你。只问播种，不问收获。你记住，老天爷的那个因果账本算得比你会算计的脑袋清楚10000倍。你尽管去给出温暖，自有你福报花开的那个时辰。第3招也是最关键的一招，叫做顺时，千万不要再逆天而行了。什么是顺时？就是老老实实的顺应天地的规律，春夏秋冬的节奏去过日子。这也是我们中医养生最核心、最救命的一环。你是天地生养的，你不顺应天道，老天怎么护得住你？为什么现在30几岁、40来岁的人动不动就这里痛那里痛？不是甲状腺出问题，就是免疫系统大崩溃。因为你们每天都在逆天而行。你们看看现在人的生活习惯，白天拼经济压力大，晚上舍不得睡，一定要来个为了补偿自己而硬熬夜的坏习惯，硬是熬到凌晨2、3点才肯闭眼。子时、丑时，那是天地在帮你身体进行肝胆排毒、养血最重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在透支，你气血怎么补得回来？到了夏天，台湾天气闷热，大家就疯狂喝那种冰镇的手摇饮，加上整天躲在冷气房里吹强风。各位，这是在把你的脾胃当成垃圾桶啊！脾胃是后天之本，你喝进去的那些冰水会瞬间把你的阳气给灭掉，把大量的寒湿之气死死地锁在你的体内，排不出去。时间久了，你的肚子越来越大，大便冲不干净，脸上疯狂长痘痘、长斑，整天觉得睡不饱，人很沉重，这就是湿气在作怪。所谓顺时，就是要跟着季节和天气的规律来调整你的身体。起居要顺时，早晨太阳出来了，你就要起床活动，这叫生阳。晚上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冷气的风口直接对着你的头和关节吹，被子一定要盖住肚皮，护住你最后的元气。饮食要顺时，春天万物生发，你要多吃点当季的春笋、绿色蔬菜来疏肝气。夏天天气热，你可以喝点常温的无糖绿豆汤、仙草茶来清热，但绝对要戒掉冰块和生冷食物。秋天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容易伤肺，多吃点水梨、银耳来润肺。冬天天气冷了，吃点白萝卜理气，或者喝点热腾腾的姜茶暖胃，这都不用花什么大钱，全部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能够救命保健康的顶级智慧。天地有好生之德，万物都有它的运行法则，你顺着大自然的规律走，就是在向天地借力，借天地之气来养你自身的福报与寿命。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修行的重点也可以稍微调整。年轻时精力旺盛，可以多去参与公益，去净滩，让福报快速扎根。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修行的重点就在于护心，尽量减少职场与家庭的抱怨。到了晚年体力衰退了，就做些温和的行善，比如在李明中心分享经验，或多给年轻人几句鼓励。不管你现在几岁，核心只有一个，不要脱离生活，让善念像呼吸一样自然，福报就会如流水一般绵长。好啦，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生死的密码、因果的轮回，还有我们老祖宗留下来最宝贵的改命智慧，全都完完整整的走过了一遍。说到底啊，孟婆口中那些天人转世的传说，或者是出生彩中好时辰的说法，它其实都是我们佛学跟老祖宗对善有善报这4个字最生动的一种隐喻罢了。真正的仙缘，真正的福报，从来绝对不是老天爷偏心随随便便赏赐给哪一个人的偶然。
而是你们用自己生命里那一点一滴的善念，一次又一次的包容，亲手浇灌出来的必然。岁月是绝对不会亏待善良的人的。来，在这个内容的最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我知道大家可能听过就忘了，没关系，我现在就用最精炼的大白话，最后再啰嗦一遍，大家把下面这几句话好好刻在脑子里。3个带福气的时辰，各有各的关卡，也各有各的救命招。你是子时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出生的，你天生带着清净的灵气，你最怕的就是怨气。解药是什么？是睡前喝杯温水洗浊气，早起静坐3分钟养清明，绝对不要带着一肚子气上床睡觉。你是午时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出生的，你天生阳气鼎盛，身体像火炉，你最怕的就是脾气暴躁，急火攻心。解药是什么？是正午晒背5分钟，把那种狂躁的烈火转化成温润不伤人的暖阳。你是酉时傍晚5点到7点出生的，你自带佛前线香的温润，你最怕的就是控制欲太强，凡事斤斤计较。解药是什么？是傍晚喝杯清淡花茶，把心放宽，儿孙自有儿孙福，别在阴阳交替的时候跟人吵架。最后，没踩中好时辰的普通人，记住3大改命心法，只要你肯做，你就是自己生命里最大的贵人和菩萨。你今天种下的每一个善因，给出的每一次微笑与包容，最终都会化作你不老的容颜，健康的身体，陪伴你安稳富足的过完这一生。愿大家都能守住心里的那份善，让你的生命就像一棵常青树一样，不管到了几岁都永远鲜活，永远充满生机。好了，方法都教给各位了，但在今天我们要互道再见之前，在这个充满能量的时刻，我想邀请大家陪我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小事。请各位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里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者是祈福语。不管你是写下愿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还是写下愿天下所有生病的人都能早日康复，又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愿大家平安喜乐善念长存，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当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个留言区敲下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创造了一个无比强大充满正能量的慈悲磁场。当你在心里生出这个善念，并用手打出这句祝福的当下，这份善念这份功德就已经加倍的回到你自己以及你最爱的家人身上了。修行在日常，福报在人心。祝福大家身心安泰，平安喜乐，福寿绵长。我们下次见。